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殷大吉。2016年播出的韩剧《信号》集结了很多韩国真实的社会案件，前两集讲的是金允珍诱拐案，也是来源于真实的事件。而现实中呢，被诱拐的女孩原名不叫金允珍，她的名字叫파초롱초롱 빛나리，连名带姓一共8个字啊。초롱초롱是一个拟声词，类似于我们所经常说的bling bling啊，빛就是光的意思。这个名字的寓意呢，就是闪闪发光的娜丽。这个名字自然会让所有人都印象深刻啊。那比如我说我叫殷大吉啊，什么记不住啊。那如果说我叫殷点赞关注转发大吉，那你们是不是就非常的印象深刻了呢？那女孩的名字确实太长，接下来我们就叫她的名字娜丽啊。娜丽确实长得很漂亮，家境又不错，又有一个如此特别的名字，所以让她在同龄人中显得很与众不同，也更吸引人的注意。而注意她的人中呢，也有一个酝酿了诱拐计划的不法之徒。那下面我就为大家解读一下这个真实事件的经过——全贤珠诱拐事件。90年代的韩国经济开始进入快速发展，随着贫富差距逐渐变大，社会环境也变得不太安定。那时候也是韩国犯罪几率最高的年代之一。1997年8月30日，那是一个星期六，2年级的娜丽虽然不用上学，但还是要去补习英语课。学习地点仅仅离家20分钟的步行路程，在汉城江南的一个百货商场，里面有很多的少儿学习机构，也是娜丽要去的地方。可就是在这一天下午3点上完课放学之后，娜丽的妈妈却没有等到她按时回家，就给学校的老师打电话问是不是还在学校啊。老师回答说，在3点下课的时候他就已经走了，可是到现在还是没有到家呢。那再打电话问问他的同学吧，看看是不是一起在路上玩都没回来呢。结果呢，同学已经到家了啊。那你看到我的女儿了吗？同学回答说，我看到了，초롱초롱 빛나리被一个阿姨给带走了。这不对劲啊，果断向江南瑞草区的警局进行了报案。那经过他的描述，警察初步认定被诱拐和绑架的几率很高。那个时期，韩国警察但凡是接到关于儿童的失踪案，都会引起高度的重视，因为在6年前就发生过一起李亨浩诱拐被害的案件，并且凶手至今还没找到，事情同样发生在汉城的江南，所以针对这一类的案件，警方已经有了很完善的处理流程。女孩被一个不认识的人带走，先做好准备吧，万一真是绑架呢？马上就组织警力到报案人的家里安装监听装置，如果是绑架案，一定会打来电话提出要求啊。娜丽失踪的时间是下午3点左右，果然在下午6点接到了第一通勒索电话。在确认了这是女孩的家以后呢，对方先是报了一个平安，你女儿在我这儿很好。那能让我先听一下她的声音吗？话还没说完，电话直接被挂掉。整个通话时间也就10秒钟左右。90年代的座机电话是没有来电显示的，也是因为时间太短，没有追踪到绑匪的电话信号源。但是可以确定2个事情：首先，娜丽已经遭遇了绑架，而且听到了绑匪的声音，虽然是有点偏中性，可所有人都认为应该是女性，只能继续等待下一次联络。转过天来，8月31日的下午3点50分左右，电话又打来了。娜丽的妈妈就按照警方的叮嘱，尽量多延长通话时间。우리 애기 뭐 밥은 좀 먹나요? 원하시는 게 뭔가 좀 얘기 좀 해주시겠어요? 2천만 원을 준비해. 2천만 원이요? 아니요, 시간 끌 것도 없고. 한다거나 딴 짓을 해서 그 카드가 우리 손에 못 들어오면 그렇다면 나리는 못 보는 거지. 아, 그러면은. 但是这一次，警方成功锁定了对方的电话位置信息，那是一个公用电话，位置在首尔的繁华商业区明洞，所以马上就派警力火速赶往明洞。可想而知啊，绑匪打完电话就已经离开了。警方马上在公用电话附近寻找目击者，并且很快就得到了线索，确认了那个时间打过电话的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女性，并且在电话上采集了一些指纹，然后留下了一批人在明洞继续蹲守，每一个公用电话附近都安排了警力。晚上9点，绑匪又一次打来了电话，通知你现在就拿着银行卡到明洞地铁站旁边某大楼的8楼等着。这一次也检测到了电话的信号来源，很明确，就是在明洞的一间咖啡屋。所以那批蹲守在明洞的警察马上集结，第一时间全部赶到了咖啡厅。但调查却并不是那么顺利。店里一共有13位客人啊，1名男性和12名女性，加上工作人员将近20人。绑匪此时就在这些人当中，但是该怎么确认刚才谁打了电话呢？那到这儿有人应该会说，那总共才不到20人，直接全部控制起来，带走挨个审讯呗。那首先这么做是不合法的啊，事后肯定会被无辜的民众起诉。再者，这样的做风险很大，因为没法保证绑匪是个人还是团伙作案。这边你给控制起来，他会隐藏在这些人当中，审讯很难出结果。如果有团伙的话，时间拖得越久，人质就越危险。
当务之急就是要精准确定到底是谁拨通了勒索电话，但还不能公开说再找一个绑匪，所以这个过程就很尴尬。就在咖啡厅里逐个查看身份证，并且要求所有人都留下指纹。那警察在咖啡厅里的冒失行为呢，也引起了一部分人的抱怨。而咖啡厅里面呢，有一位是怀孕8个月的孕妇，当警方询问到她的时候，起身就要往外走，但还是被拦了下来，导致孕妇直接开口就喷呀！这你们警察就这么对待一个孕妇啊？我这如果出了什么问题，你们谁负责呀？然后现场还有其他的客人站出来帮他解围。警察和这些客人就形成了一种对立的关系。那心想，这位都已经进入孕晚期了，就不太有可能去搞绑架孩子这种事情，就排除了他的嫌疑，并把他给放走了。那之后对所有人进行了检查，没有任何的发现。晚上绑匪也没有出现在原定的交易地点，那很明显他已经被惊动了。1997年9月3日，也就是那一夜之后的5天时间，娜丽的家里再没有接到过一通勒索电话。因为一直都是非公开的案件，警察的秘密调查也没有丝毫进展，所以此时娜丽的父母就做出了决定，跟警方说可以公开女儿的照片，向社会寻求帮助。随之各大媒体也都报道了pacolong比娜丽被绑架的事件，也找人画了嫌疑人的模拟画像。那事情被曝光，也引起了很大的社会舆论。一个8岁的女孩正是活泼好动，而且也需要被照顾的年龄，劫匪是否有耐心在这一段时间一直照顾她的生活起居呢？换位思考一下，这种几率应该很小，也很难不让人和李亨浩事件进行对比。因为孩子在惊恐的时候情绪是不受控制的，而且现在全社会都知道了女孩的全部信息，绑匪一般为了不被暴露，只能选择撕票。已经过了解救的最佳时期，而且绑匪迟迟没有动静，所以这时候人们普遍认为娜丽凶多吉少，安全被解救的几率很渺茫。家人承受着巨大的压力，母亲也每天以泪洗面。案件被公开之后呢，持续发酵了1个星期。9月11日，警方接到了一通电话，来电话的是一位中年男子，说绑匪极有可能是自己的女儿，而他的女儿就是那个孕妇全贤珠。因为8月31日，也就是在咖啡厅的那一天，他回家之后，第2天就不见了踪影。看到了电视新闻以后呢，就想会不会是跟自己的女儿有关呢？倒也是没有什么证据，就是一种感觉。最近我女儿很异常。警察同志，我要求接受调查。那警察一看呢，这位老同志，那您就自己过来吧。男子到了警局以后，警察给他听了勒索电话的录音。没错，这就是我的女儿，28岁的全贤珠。那这个全贤珠是在97年，也就是事发这一年的2月份结婚的。之前她的丈夫经营着自己的生意，可是就在结婚之后，全贤珠怀孕之际，生意却出现了重大的亏损，家庭的经济来源已经没有了保障，生活的压力让两人也产生了矛盾。全贤珠就一直住在自己的母亲家里，但是在这期间呢，她白天经常挺着大肚子出门，没人知道她这段时间具体都在干嘛。直到父亲到警局才知道自己的女儿竟然绑架了别人的女儿。那警方调取了全贤珠的指纹和公用电话上的指纹是一致的，人证物证都有，警方就开始展开抓捕。既然不回家住了，那就搜索所有的旅馆，挨家询问有没有一个孕妇单独住店的情况，持续了1夜。直到9月12号上午，警方又接到全贤珠父亲的举报电话，告诉了警察全贤珠的位置，在9点左右顺利将其抓捕。那此时的全贤珠也算是经过了10天的逃亡生涯，精神压力非常大，再加上完全是披头散发，整个人的状态呢看起来特别的糟糕。逮捕后呢，警察第一时间就问全贤珠女孩的去向，但是很长时间之内，她就是装疯卖傻我不知道，我不会说话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那后来依然是在家人的劝导之下才开口，因为之前有一个小插曲，就是他的父母在报警之前就已经找到了全贤珠，全贤珠也坦白了自己绑架娜丽的全部事实。他的母亲就说：“你怎么能干这种事情呢？”然后就拿出了带来的杀虫剂，告诉全贤珠说：“你就拿这个自杀吧。”就自己的女儿怀孕8个月，让她拿杀虫剂自杀。那当然了，全贤珠是没有听话，可让她自杀究竟是为了什么呢？我们往下看。全贤珠和警方松口之后，带警方来到了一间地下仓库。这个仓库是全贤珠丈夫做人偶生意用的，因为生意出现了问题，所以目前是闲置的状态。里面有很多大的小的玩偶商品，非常的杂乱。警察就问：“娜丽在哪儿啊？”全贤珠将手指向了一个角落中的大布袋。女孩就在里面，但是已经遇害，
而且根据全贤珠的交代，是在绑架的当天晚上就将其杀害。后期尸检证实了娜丽胃中有安眠药的成分，死因是被勒住脖子窒息身亡。时间重回到1997年8月30日下午，和丈夫家庭关系破裂的全贤珠正在逛商场，看见走出学习班的娜丽，看见女孩的形象气质和她所穿着的衣服，有钱人家的孩子，如果我的孩子以后也可以不用为钱发愁，那该有多好啊！于是全贤珠径直走上前去搭讪。很遗憾，娜丽对他根本就没有一点戒备。全贤珠说：“阿姨带你去一个好玩的地方啊，全都是好看的娃娃。”娜丽就被带去了仓库，果然看到了好多人偶，玩的就很高兴。全贤珠也就在这时候问出了娜丽的姓名、家里电话和地址。在傍晚6点给家里打完了第一通勒索电话之后，女孩就说自己饿了，想要回家，连哄带骗把女孩安抚下来。到了晚上9点左右，娜丽已经开始害怕，并且吵着要回家。不耐烦的全贤珠就捆住了她的手脚，但女孩依然极力挣脱，喊叫。全贤珠直接给她喂下了安眠药，随后用布条将娜丽杀害。现实就是这么残酷，没有反转，没有奇迹。如很多人所预料，娜丽与李亨浩一样没能躲过这场劫难，但是这一次没有让凶手逃脱。可谁也没有想到，她竟然是一个有8个月身孕、即将成为母亲的人。那她为什么要选择去伤害别人的孩子呢？全贤珠的父亲是一个国有企业的领导，从小家庭条件还算不错，家教也相对严格，父母对他有很高的期望。但全贤珠后期无论是学业还是步入社会后的工作都不尽人意啊。全贤珠本人也没有什么理财观，有钱就挥霍，这就让父母很失望，在家中没有得到认可，所以他就想着一定要嫁给一个有钱人。直到28岁才嫁给了做玩偶生意的丈夫，但是结婚之后呢，丈夫的生意就直接垮掉，还欠下了5000万的债务。这个事情就每天压着全贤珠，于是他就想通过绑架勒索的极端方式来填补自己的生活。被捕之后，全贤珠先后用了很多手段，比如说自己有共犯，或者自己是被威胁的，但都无济于事啊，最多就是让警方多走了一些弯路，重新调查，最终还是确定了就是他一人所为。检方对他提起公诉，建议判处死刑。根据法律，如果孕妇被判处任何刑罚，都是要等到孩子生下来、哺乳期过后再走正式的程序，死刑也是如此。这个案件最终的结局是全贤珠逃过一死，她被判处了无期徒刑，至今仍在监狱服刑。那生下的孩子呢，自然是由她的丈夫来抚养，但她的丈夫觉得通过这个事件，这孩子因为母亲的缘故，将来在韩国肯定要面对很多的舆论压力，所以就送到了国外被人领养。到这里就是全贤珠诱拐事件的全部经过，我今天的内容也就到这里结束。如果还满意，别忘了点赞订阅，谢谢你了。